弟弟荣行升官，全家要搬去皇都，连看门的大黑狗都上了马车，唯独落下了我。月儿心智单纯，若让三公主知道我有个这样的姐姐，这门亲事怕是要黄。她塞给我几块碎银子，哄我去西市买酥酪，我却转了个身，跑向对街那座人人避之不及的静安王府。都说里头住着位冷面煞神，可我知道那宅院里藏着个真心待我的人，隔三差五就会给我送田羹。门开了，我一把抱住那人的腿，叔叔，我没人要了，现在我能给你当女儿吗？院子里喜气洋洋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。荣行的调令昨天到了，从礼部郎中升任刑部侍郎，母亲正指挥仆役将铺房里的香笼搬上板车，父亲去宗祠告慰祖先了。只有我闲在一旁，抱着自己的小藤箱，眼巴巴守在垂花门边。箱子不重，里面装着我攒的彩色丝线，又是荣行给我编的草蚱蜢，还有去年上元节他为我迎来的兔子灯。虽然那盏灯早已被翠农不小心踩坏了。荣行看到我，脚步顿住，月儿，你站在这儿做什么？我和小箱子一起走，我把藤箱往上拖了拖，抱得更紧。他神色一凝，与母亲交换了个眼神。母亲别过脸，用手帕按了按眼角。月儿留在老宅，好不好？你们不去了吗？我仰头望着他，心里升起一丝希望。荣行眉间浮起焦躁，从袖中摸出几块碎银子塞进我手里。罢了，与你也说不明白，拿去买西市的酥酪吧。我握着银子欢喜转身，刚跨出门槛，就听见身后压低的对话。月儿绝不能进京，就让他住着老宅，留几个人照应。等日后我在皇都站稳脚跟，再替他说门妥当亲事。就一行儿吧。我捏紧手里的碎银，眼眶有些发涩。他们总当我不懂，说话从不避我。可大夫说过，我只是7岁那年摔伤了头，心性便停在了那时。去年端午，荣行带我去看龙舟，人群推搡间，我摔下石阶，额角磕在青石上。昏睡3日醒来，一切都变得陌生，外伤能愈，魂却像丢了一半。母亲寻遍名医，汤药一碗碗灌，银针一根根扎，起初的希冀渐渐淡了。我开始认不清人，把账房先生叫爹爹，冲着洗衣服喊娘亲，花了好大功夫才重新记全。可后来他们不再请大夫了，院里多了个叫翠农的远房表姐，专跟着我。荣行越来越忙，就连我14岁生辰，他也忘了。翠农总把我那份吃食克扣，我去找荣行要，他便扯着我的胳膊往回拽。姑娘今日吃够了，再多该积食了。回屋就拧我腰间的软肉，凶巴巴的瞪我。少爷早不管你了，一个心智单纯的，吃那么多做什么？我疼得吸气，他却竖指在唇前，嘘，你瞧瞧这府里是信你还是信我？她是母亲的远房侄女，仗着这层关系，无人敢管。我饿得受不了时，会偷偷溜出去。上回在巷尾见着一只狸花猫，正叼着半只喷香的烧鸡，我跟在他后头小声商量，那烧鸡像是放久了，你别吃坏肚子，给我好不好？要不我们一人一半。我咽了咽口水，翠农说会分享的才是好孩子。狸花猫往后缩了缩，我饿得发昏，双膝一软便朝他跪下去，学着母亲拜观音的样子合上双手，猫儿大仙在上，若叫月儿吃饱了，我定给你塑个金身。说完恭恭敬敬磕了3个头。等我抬起头，狸花猫和烧鸡都不见了，身后却传来一声低笑。我回头，一刹那仿佛看见了庙里的佛像活过来，他比祠堂的塑像还要俊朗，玄衣如墨，怀里正抱着那只狸花猫。油亮的烧鸡落在他脚边，你是谁家孩子？饿了该回家去。他的声音像玉石相击，清冽沉稳。我是荣月。我盯着地上的烧鸡，咽了咽口水。弟弟不许我多吃，母亲说要守规矩，可规矩是什么？我没找到。那个我能吃吗？掉在地上，猫吃了会闹肚子的。他微微一怔，脏了，不能吃。能的。我拍拍自己的肚子，翠农表姐常给我吃地上的东西，她说我就配吃那些。他脸上的笑意输得淡了，转身唤来随从，去查查这是谁家的孩子。随从仔细看了我一眼，面露讶异，王爷，这好像是荣行的姐姐，去年卑职还见过她牵着出门，听说后来摔伤了头，怎么如今才不过1年，她的脸像结了霜，好一个端方君子的礼部郎中。他重新看向我，眼神复杂，你若想吃就站起来吃，从今往后不许再跪在地上吃东西。我懵懵懂懂爬起来，他让人端来一叠叠点心，样式精巧，香气扑鼻，又取了条干净的帕子，轻轻擦进我的手和脸，吃吧，管够。我抓起一块核桃酥，先递到他唇边，你也吃。他微微偏头，你叫我什么？活佛呀。我认真道，母亲说只有菩萨才会这样好心，
我再次跪下来，双手合十，诚心许愿，活佛在上，保佑弟弟升官顺利，爹爹娘亲身体康健。他问，那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眼睛一亮，我想变聪明，那样母亲就会让我搬回她的院子了。她好久没搂着我睡觉了。他摇头，可惜我不是活佛。那你是谁？萧劲，这名字我听过，荣行说过，皇都里得罪谁都不能得罪这位晋安王。他杀伐果决，连朝堂上都敢当着陛下的面处置人，陛下却格外纵容。听说当年正是萧劲无心地位主动让贤，才有了当今圣上。可我瞧着他，一点也不像煞神。你不是煞神，你就是活佛。萧劲怔了怔，忽然笑了。我被晃了下眼，他伸出手，掌心朝上。既然不怕，那你来做我女儿，如何？我爬起来，下意识后退半步，摇头，不行，弟弟会不高兴的。母亲说过，我刚出生时，荣行摸着我的小脸不肯走，说定要让我做全天下最幸福的姐姐。他如今只是太忙了，才会忘了我。萧劲看着我，眼里有些我看不懂的东西。吃了我的东西还不愿做我的人。我低头看着手里咬了一半的核桃酥，犹豫片刻，还是递回去。他顿了顿，却将我的手推回，算了，你吃吧。我小口小口吃着，含糊不清地说谢谢。他转身要走，却又停住，侧过半张脸往后，若饿了就去敲那扇门。那是你家吗？是。后来我又去敲过7、8次。萧劲不仅给我点心，还让那只狸花猫陪我玩。有次我抱着猫儿晒太阳，悄悄想，若他是我爹爹就好了。眼下我踮起脚尖，又一次叩响了那扇玄铁大门。门开了，是萧劲身边的秦征。他见是我，有些诧异，月姑娘，你怎么？王爷呢？我仰头问。在书房。我抱着小藤箱跑过回廊，萧劲从书卷间抬眼看我，眸中掠过一丝讶异，随即吩咐去拿些点心来。我把藤箱轻轻放在他案上，又将那几块碎银子一字排开。叔叔，这些都给你。他目光落在物件上，又移回我脸上，这是何意？秦征在门外低声道，王爷，卑职方才见荣家正在装车，听说荣行高升，即将上3公主，举家迁往皇都。只是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下去。我小声接话，弟弟说，我若去了，公主会不喜欢他，他就没有新娘子了。娘亲让我在这里好好待着，说以后会回来看我。萧劲捏起一块碎银，在指尖转了转，他们不要你了。我点头，那我要。他将碎银收入掌心，抬眼直视我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是你自己出钱买我做你爹爹的，既买了便不能反悔，若敢反悔，我就把你扔进后山喂狼。我吓得一缩，又想起什么，小声道，叔叔是好人，好人不喂狼。他总说要扔了梨花，可转头就让人给他炖小鱼干。萧劲唇角似乎弯了弯，随即对秦征吩咐，去收拾间厢房出来，再请个大夫来。等大夫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吃完一整碟红豆糕了。老大夫仔细诊了脉，又轻轻按了按我额角那道旧疤，沉吟良久。姑娘头伤虽重，但精心调理，再辅以苏神医的独门针法，未必没有痊愈之机。秦征眼睛一亮，王爷，苏神医的高徒，如今正在宫中为贵妃娘娘诊治。萧劲没有立刻说话，目光落在我沾着膏屑的嘴角，伸手用指腹抹去，传信回京，让那徒弟把他师傅请来。之后我就在这里住了下来，每日和梨花在院里追线球玩，偶尔想起荣行和娘亲，就躲在廊柱后头偷偷抹眼泪。萧劲总能找到我，把我抱到膝上。月儿，想不想去骑马？你喜欢什么？叔叔列给你。小鹿。我眼睛一亮，之前荣行说送我只小鹿做生辰礼，可他忘了。萧劲当真备了马，把我拢在披风里带出城。林深草密，他真为我列了只花鹿，我给他取名小花。从此小花和梨花成了冤家，满院子你追我赶，府里上下待我极好。厨房总温着甜羹，秦征出门回来，怀里必揣着糖炒栗子。这天，小花窜进了萧劲的书房，我爬进桌底抓他，却听见外头秦征在说话。王爷，荣行当真薄情，留下的翠农非但没寻过月姑娘，还将自家亲戚全接进了宅子，这分明是鸠占鹊巢。清理干净，萧劲的声音淡淡的。还有，荣行之前进京述职，3公主似乎对他青眼有加。不过赐婚的圣旨尚未下来，要不要？我那3侄女岂是只看皮囊的蠢人？正听着，小花嗖的钻了出去，我也跟着爬出桌底，拍拍衣裳。叔叔，我来抓小花，没弄乱东西。他拿起帕子擦我额角的灰，无妨。静了片刻，他忽然问，月儿想不想进京？我摇摇头，爹娘不让，弟弟也叫我在家好好待着。秦征忍不住插话，可姑娘不进京，怎么找苏神医治脑袋？
我若进京就能变聪明吗？叔叔是不是也想要我变聪明？萧劲目光清澈地看着我，我想让你做回本来的自己，不必讨好谁，不必看人脸色，能辨是非，明事理，就像所有姑娘那样堂堂正正地长大。我皱了皱鼻子，那好难呀，有我在，你大可以试一试。我似懂非懂点头，那我听叔叔的，叔叔喜欢聪明的我，我就做聪明的我。一旁的秦征笑了，这话绕的，不过月姑娘本就聪明，昨日还知道把栗子分我一半呢。萧劲眉稍微动，你吃了月儿的栗子？秦征还没察觉，乐呵呵道，王爷没吃到吗？可甜了。我赶忙扒着萧劲的肩，在他耳边悄悄说，秦征大哥爱吃咸的，那栗子甜的腻人，不好吃。萧劲眼底的冷意倏然化开，屈指刮了下我的鼻尖，小机灵鬼。回京的日子定在3日后，府里上下忙着收拾香笼。我揣着一碟杏仁酪坐到廊下，掰碎了喂梨花和小花。梨花，你去过皇都吗？听说皇都有这么大。秦征大哥说，那里的糖化又亮又甜，能拉好长的丝。小花凑过来蹭我的手心，我揉揉她的脑袋。对了，黄都也是叔叔的家乡呀。他说，在那里没人会欺负我。话音未落，小花忽然叼走整块酪，窜下台阶，梨花喵喵追了过去。我拍拍衣裳起身去找秦征，他正抱着一摞书往箱中放，转身时有卷轴滑落，地上滚开半幅画，画上的小姑娘穿着杏黄衫子，坐在秋千上笑，眉眼弯弯，竟有几分像我。这是我吗？我蹲下去看，秦征手一颤，慌忙拾起画卷，这是王爷的女儿。叔叔还有女儿？他沉默片刻，有些惋惜。王爷原有一对龙凤胎，幼时有人暗中加害，是他女儿误食了那碗有问题的甜汤，替他受过了。我怔怔望着，他长得好像我，是有7分像。秦征将画卷仔细收好，叹了口气，王爷一直愧疚此事，成了心结。月姑娘，你就当不知道吧，我懂的。他愣住，我认真的说，叔叔没了女儿，我没了弟弟，现在我们在一起，就又有爹爹，又有女儿了，对不对？身后有脚步声靠近，一只手落在我发顶，轻轻揉了揉。是，我有女儿了，你也有爹爹了。萧劲弯腰将我抱起来，掂了掂，最近是不是长肉了？我心里一慌，连忙捏捏肚子上的软肉，使劲吸了口气，不胖不胖。他眼底掠过笑意，我是说，虽长了点肉，可还是太轻，往后想吃什么，尽管告诉秦征他们。我这才松了口气。临行前一日，我拉着萧劲的袖子央他上街。我担心黄都没有云州这些零碎玩意儿，他说往后不知何时再回来，这里原只是他暂居的别庄。我在摊前挑了一只纸鸢，刚踮脚去够，一个蓬头垢面的妇人忽然扑跪在地，死死拽住我的裙角，姑娘，姑娘饶命，求你救救我！我被吓了一跳，你是谁？那人拨开脏污的头发，露出一双浑浊的眼睛，是我啊，翠浓。我愣住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衣衫褴褛，脸上满是狼狈，全没了从前在荣家的伶俐模样。翠浓的目光越过我，落在萧劲身上，忽然尖声哭道，姑娘，你怎能联合外人把我们都赶出去？你这样将来怎么向少爷交代？我找你找得好苦，你却叫人伤了我哥哥，你要怎么向舅母交代，向老夫人交代啊？我往后退了半步，紧紧握住萧劲的手，他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爹爹。你爹爹？翠浓恨恨地指着萧劲，你爹爹是荣老爷，这不知哪来的人哄着你认亲，你就信了？姑娘快报官！话音未落，萧劲上前一步，语气冰冷，妻主被恩的东西也配喊冤？翠浓蜷在地上，再不敢出声。萧劲将我往怀里带了带，捂住我的眼睛，别看脏。回去后他一直待在书房。秦征悄悄问我，王爷怎么了？我捏着手里的纸鸢，小声道，许是我没把纸鸢给他玩。秦征失笑，我拽拽他的袖子，踮脚凑到他耳边，秦征大哥，我把这只给叔叔玩，你再去替我买一只新的，好不好？为何要我买？秦征故意逗我，纸鸢又不是给我的。我眨眨眼，我瞧见了，你昨儿在屋里数银票，白花花的，有好多好多呢。他慌忙捂住我的嘴，压低声音，我的小祖宗，那可是我攒着娶媳妇的老本，千万别说出去。那你给我买吗？买，这就去买。转身时他还嘀咕，这不挺明白的吗？还治什么治？我握着纸鸢推开书房的门，萧劲站在窗边，月儿，怕不怕？怕什么？我走到他身边，把纸鸢塞进他手里，叔叔，借你玩，但不能玩坏了，我只有这一个。他转过身，低头看我，你不怪我，没同你说就处置了你的旧仆。我摇摇头，他定是哪里惹叔叔不高兴了。翠浓对我不好，我为什么要怪对我好的叔叔？
只是他说以后要做我弟弟的妾，说妾也是主子，那样我们就平等了。我要把好东西都分他一半，不然他就哄得弟弟再也不喜欢我。可是翠农不用哄，弟弟已经不要我了。萧劲弯腰将我抱起，月儿，从今往后没有人能让你分一半东西，更没有人能哄得我不喜欢你。这只纸鸢是你的，我也是你的爹爹。我窃喜，太好了，我有2个纸鸢了。皇都比我想象的还要繁华，靖安王回京的消息传得飞快，各府礼物流水般送进门来。不到半日，街头巷尾都在传，那位冷面王爷竟认了个义女。下午，一位穿绯红旗装的漂亮姐姐风风火火闯进花厅，眼睛亮晶晶地打量我。皇叔，你从哪儿捡来的小宝贝？生得真俊。她伸手就要捏我的脸，萧劲用手替我挡开，收起你的爪子。他撇撇嘴，收回手，却还是弯腰凑近我，叫月儿是不是？我是你三姐姐，荣行不要的那个。萧劲淡淡道。三公主，我这才反应过来她的身份，睁大眼睛打量她，原来这就是我那位未来弟媳，她真好看，像画上走下来的人。萧劲抬眼，听说你要嫁她？嫁谁？荣行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娶我？三公主哼了一声，前几个月他进京述职，我在湖边赏荷掉了方帕子，本就不想要了，他非要巴巴的捞上来还我，眼睛还粘在我身上挪不开，我转身就扔了。秦征扑哧笑出声，感情云州传得沸沸扬扬的上公主是荣行一厢情愿啊。三公主捏了颗葡萄塞我手里，笑眯眯的凑近，小月儿，你原先那个弟弟眼光不行，丢了珍珠捡了榆木，不过现在好啦，你有个更好的爹爹了。他临走时忽然一把将我抄进怀里，鬼鬼祟祟往外走。小月儿跟我回宫玩2天。放下，萧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三公主装作没听见，脚步更快了，玄色衣袖一晃，萧劲已拦在门前，只淡淡瞥了他一眼。三公主瘪瘪嘴，不甘不愿地将我递回去，小气，你才小气。萧劲将我稳稳抱住，来一趟吃了我2串葡萄，连个见面礼都不给月儿带。三公主哎呀一声，忙褪下腕上一只羊脂玉镯套在我手上，这是二哥去年塞我的，给月儿带着玩。镯子在我细瘦的腕上晃荡，我摘下来塞进萧劲衣襟里。叔叔，换糖吃。三公主，隔日宫里传话说陛下要见我。萧劲嘴角微扬，走，爹爹带你去讨赏。陛下在御书房见到我时怔了好一会儿，皇叔，这孩子长得有些像。他没说下去，转向萧劲，月儿叫陛下，陛下，我乖乖叫道。这时贵妃也走了进来，一见我便眼睛一亮，拉着我的手说想认作义女。陛下笑着摇头，贵妃迟了，皇叔已认了义女。他俯身问我，月儿想要什么赏赐？我想起萧劲的话，从怀里掏出平日装蜜饯的锦带，双手捧高。爹爹说带我来讨赏的，我带袋子了。陛下和贵妃对视一眼，同时笑出声，这孩子真是实诚。陛下竟真接过锦带，让工人装了一袋东珠递还给我，随后吩咐福公公带月儿姑娘去御花园转转。我在荷花池边喂鱼，捏着鱼食一点一点撒，你们少吃些，吃胖了会被吃掉的。旁边忽然响起一声嗤笑，哪来的乡巴佬，竟想吃御赐的锦鲤？我回过头，见2个比我大些的华服少女立在石阶上。福公公匆匆赶回，躬身道：老奴见过四公主、荣姑娘。四公主挑眉，谁准你在这儿喂鱼的？撑死了你赔得起吗？那位荣姑娘掩口轻笑，忽然惊呼：哎呀，那条鱼是不是撑死了？话音未落，她趁我不备，猛地上前，一把将我推入池中。我掉进水里，咕噜咕噜喝了好几口，肚子都鼓了起来。好多鱼在我身边游来游去，我想抓一条给爹爹，手却怎么都够不着。快要透不过气时，一个人影扑通跳下来，一把将我捞起。我迷迷糊糊听见萧劲的声音在喊太医，醒来时屋里满是药香。透过纱帐，我看见门口跪着2个身影，是四公主和推我的荣姑娘，都在嘤嘤的哭。三公主气得声音发抖，还有脸哭，平日真是惯坏了你们。月儿怎么样了？是贵妃的声音。太医恭敬回话，姑娘受了寒，有些发热，但性命无碍，幸亏救得及时。陛下脸色铁青，贵妃也冷着脸不说话。萧劲坐在床边，手指碰了碰我的额头，还哪里疼？我摇摇头，不疼了。爹爹，水里好多鱼，围着我转呢，可惜我没抓到，等我好了，抓一条最大的送你。三公主闻言，扭头瞪着跪在地上的2人，明月，说清楚，谁让你推月儿的？四公主慌忙摆手，不是我，是婉婉推的。容婉婉哭得梨花带雨，臣女只是想警告她，她想撑死锦鲤。
皇兄，四公主扑过去护住容婉婉，婉婉真不是故意的，她只是太紧张那些鱼了。陛下闭了闭眼，声音疲倦，把容婉婉送出宫去，永不得再入宫。容婉婉如遭雷击，忽然间声道：“贵妃娘娘不要臣女了吗？大师明明说过，臣女命格望子，只有留在娘娘身边，娘娘才能诞下龙嗣啊。”贵妃冷笑：“你心思歹毒至此，本宫生不生得出皇子，与你何干？”陛下看向萧劲，叹了口气。这容婉婉是容行的表妹，大觉寺的主持曾说她命格特殊，能望子嗣，这才送进宫来。前阵子贵妃的确查出了喜脉，可没过多久便落了。萧劲抬眼，陛下信这个？陛下有些尴尬的别开视线。萧劲不再多言，只淡淡扫了容婉婉一眼。他既喜欢推人下水，便让他自己也尝尝滋味，留条命就行。侍卫上前带人时，容婉婉终于怕了，挣扎着哭喊，声音渐渐远去。萧劲替我掖好被角，睡吧，爹爹在这儿。我握住他的手指，小声问：“爹爹，那个容婉婉真是我原来的弟弟的表妹吗？”他嗯了一声，胸口有些闷闷的，说不清是难过还是真的水喝多了。陛下把四公主禁足思过，说要让她醒醒脑子。我喝完药，睡了一觉发了汗，才被萧劲裹着厚厚的斗篷抱回静安王府。秦征听说我落水发烧，气得在院里打转，咬牙切齿地说要给容行好看。那混账东西，半路捡个孤女就认作表妹，只因那容婉婉长得有几分像月姑娘。卑职查过了，她原姓李，李家出事后就剩她一个。偏巧四公主选陪侍时，大师说她命格望子，容家如今把她当眼珠子疼。要我说，她哪里像月姑娘了，年纪都比月姑娘大5岁。萧劲冷冷瞥她一眼，闭嘴。我却听进去了，仰头问：“是不是弟弟太想我了，才找了个和我很像的表妹？”萧劲低头看我：“你想回去？”“不想。”“可是他想我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，却去找了个像我的呢？”我皱起眉，努力回想秦征说过的话，这好像和隔壁陈大人死了夫人后，接连娶了好几房小妾来安慰自己是一个道理，对不对？萧劲目光转向秦征，语气微沉：“你平日里就是这么教月儿的？”秦征脖子一缩，我赶忙解释：“爹爹，是我自己听见的。”秦征大哥说：“陈大人那是替身，是自欺欺人。”萧劲将我往怀里拢了拢：“你不是任何人的替身，容行不要你，是他眼盲心瞎，他找10个100个像你的，也及不上你半分。至于那个容婉婉，他既喜欢做别人的影子，便让他一辈子活在影子里。”秦征在旁小声嘀咕：“王爷，那容家如今可宝贝他了，听说还要为他办赏花宴，正是引荐京中世家呢。”萧劲轻嗤一声：“那就让他好好出这个风头。”容家大张旗鼓办赏花宴那日，萧劲也在静安王府为我设了宴，京中有头有脸的人家几乎都来了这边，满园笑语，人人见了我都夸伶俐可爱。秦征替我收礼收到手软，嘴角都快咧到耳根。我知道那些夸奖多半是违心的。在云州容家时，下人背后都说我心智单纯，连饭里有杂质都会咽下去。正热闹着，三公主风风火火来了，往我脖子上套了个沉甸甸的纯金项圈，补给月儿的见面礼。我悄悄咬了一口，项圈上留下2个浅浅的牙印。这个能换很多很多糖吗？爹爹每次喝药都嫌苦，总不好好吃。我想买了糖，等他喝完药就给他一颗。三公主眼睛一弯，俯身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月儿乖，皇叔真没白疼你。萧劲每月15总会身子不适。秦征说他因是双胎早产，先天体弱，需常年服药调理，可他却总偷偷把药倒掉。上个月被我撞见，我端过药丸抿了一小口，板着脸学他平日的语气：“这药不苦，爹爹不许倒。”他怔了怔，竟真接过去一口喝尽。等他放下碗，我才忍不住哭了出来：“好苦，好苦啊！”